Steam 马逊生不出来，老板先推出第2代的 Steam Controller， 要价3388元，你觉得值得吗？终于，我们终于抢到了大家抢到系统宕机还没抢到的 Steam Controller， 出现结账完成的那一个画面，超爽，比拿到17 Pro 还开心，根本不会去在意那3388元的金额。结果今天一拿到货，仔细的想一想，一只游戏手把要卖到3000多元，是不是有点贵啊？最近大家是不是2330还是0050赚太多啊 ？Switch 2 Pro 也才2350元呢。当然，贵不贵这件事情绝对因人而异，买不起的绝对嫌贵，买得起的正在排队。重点贵不贵这件事情也不是我说了算，但提供给各位一个参考价值，就是我们的工作价值是靠比较出来的。我们来看看御三家的标准手把 ，Switch 2的 Joy-Con 2代定价是2350元 ，PS5 的 DualSense 2341元 ，Xbox 1890元，大概都在2000元左右。平心而论，或许之后 Steam Machine 也可以让你接各式各样的第三方手把，但依照目前提供的数据，还是在主机专用的手把阶段。依照这个标准来说，3388元，我觉得是偏高了，大概贵了40%左右。那贵那么多，那 Steam Controller 是精英手把吗？好像也不是。Xbox 和 PS5 的精英手把都要卖到5、6千块，最便宜的精装版也只要4299元。这种要贵没你贵，要便宜还嫌你太便宜的定价策略，我觉得有点蓝海。那么更重要的品质这件事情，也是介于标准手把和精英手把的中间吗？我们快速来开箱看看。3888元，刚真叫我叫你胖，哇红啦，进来看麦，箱子里面还有箱子，这什么俄罗斯娃娃？Steam 手把。Steam 的手把盒子看起来不错，拍开嘛不错，外壳是细纹磨砂，摸起来不会有粗糙感，怎么还有一种闪闪发亮的感觉啊？还是我吐吧？但握起来有点空空的，按键按起来跟其他手把差不多。这冷料盒子的触控板啊，小朋友，背后有4颗键，比我的 Xbox 手把要大一点，但好像没有比较重。还有这颗叫做 Park 无线接收器，外加磁吸座充，超级好用。可能是吸上去也怕结，所以跟 Park 也宽。剩下来的就是线和我不会看的说明书。我啊康康来搞好阿 Q。第一下拿到 Steam Controller 时，我惊讶的是它的重量，不是因为它特别的轻，而是它的体积看起来比其他手把都还来得大，会有种它很重的错觉。但实际握起来却也是空空的，质感吗？也没有特别的突出到哪里，按键也都很好按，握感是不差，但其实整体不会像 Apple 那样的精致，也就是那种 Marble 很务实的那种感觉。要知道 Steam Controller 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产品，在2015年的时候也出过了第一款 Steam Controller， 但那款长得非常的奇怪，塑胶感很重，操作上还需要学习的成本。说好听呢是设计前卫，说难听点就是一个奇葩的手把。总之呢，评价非常的差，49元美金的东西撑了4年，终于在2019年的时候，Steam 再也受不了库存压力，直接降到5美金大甩卖。但没想到居然疯抢，直接瘫痪网站啊！不是说评价很差吗？便宜治百病啊！我认为这次 Steam Control 不会再像上次那么惨了。当我握持后，即使蘑菇头下方多了2块触控板，背面多了4颗按键，手指该放哪边，该怎么移动，其实都非常的自然顺畅。这块 Steam Controller Park 能够提供 2.4G 的无线连线，最多能支持4只手把，吸上去啪一声就可以充电。即便我认为手把的质感还是一般般，但那种按键布局以及使用上的各种巧思，都能够感受到Marvel很想要弥补上一代的过错，最终回到以消费者的实际体验感下去做设计。当然啦，这次定价是99元美金，比起当年的49元美金贵了1倍，把产品做好，这也算是应该的。拿到手把当然要测一下游戏啊，不然要干嘛？来玩一下我玩了半年还破不了关的《哈利波特：霍格华兹的传承》，但是游戏里面没有哈利波特了，有没有？游戏感测到我是在用 Steam Controller， 用 Steam Controller 玩起来真的非常的赞，跟我用 Xbox 手把玩起来差不多赞。选对话也很顺手，里面最帅的就是招 Crucio。那个什么阿达布拉挂我还没学到，可怜啊。总之这个手把用起来是不错啦，但我同事反映说他玩的时候魔法系统会辨识不出这是手把还是滑鼠，界面就在那边跳来跳去，尾数的丢筋嘞。不过应该是没设定好啦。好在 Steam Controller 可以让你在游戏中就设定按键配置，启动这个设定几大关，不讲还以为我在读论文嘞。啊是啊，巨大的遥感学习成本。
虽然一二代 Steam Controller 的设计理念上各有不同，但有一样的东西传承了下来，那就是2块方方正正的触控板。Bubble 真的超爱触控板，一代有触控板 ，Steam Deck 有触控板，2代当然也会有触控板。根据 Bubble 设计师的说法，他们希望无论某款游戏的游玩方式是不是专为手把而设计，都还是能使用 Steam Deck 或使用 Steam Controller 来游玩。Steam 是 PC 游戏的大本营，很显然他们就是希望 Steam Controller 能够对标 PC 上的属件，主要就是靠这2块34.5mm具有触控回馈的方形触控板，同时还具有压力敏感度，可以自行设定按压力道。但我想问的是，这真的能取代传统的滑鼠吗？这个触控板手指滑过去，游标会跑得比手指移动还要多一些。那我们移动到这个圈圈来看好不好移动？我比较手残啊，其实还可以，多练几下就蛮稳的。反观用摇杆，我的手就更残了一点。实测下来，这块触控板还真不是普通的触控板啊，似乎有点像轨迹球。我是没有用过轨迹球啦，但你看，当我滑过去，很像手拨在一颗球上面，手停了，但球还是要滚一下。更有趣的是，手指不只是滑过去那么简单，滑动时会产生细微的震动，一种模拟出来的摩擦感，甚至还会有哒哒哒的声音，蛮舒服的。我没有在其他触控板上摸过类似的感觉。右边的触控板是滑鼠游标，左边这块是自定义的功能，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可以是页面上下卷动，也可以依据游戏设定或自己设定，感觉是个备用区。操作 Steam 系统时，可以更明确的去选定目标。在游戏外的确很好用，但在游戏内呢？在游戏内想要挑战属件，那来试试看玩《世纪帝国》好了，有没有？这游戏显示手把要用到触控板。这个配乐有没有很熟悉？粮草真收人啊！触控板滑起来按选单还蛮不错的，结果进入游戏完全没办法玩，开场没办法 H711到底要怎么玩啊？我要滑才能按到出名啊！太紧张了，比刚刚那个圈圈还难移动。也可能是我用电视玩比较大啦，但是圈选出名没问题，蛮感动的。之后我们凯家冲下，也可以设点让他去巡逻了，但是就是要适应一下。不是不用适应啦，我才不会用手把玩什么世纪帝国反观文明帝国可以玩要按选单下指令都做得到，只要熟悉一下操作，我觉得就能越来越上手。但是我根本就不会玩文明帝国啊，特价的时候买的还只买了6代，难得手把可以玩，但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玩啥小，可怜啊！用手把应该就是要玩一下横向卷轴游戏吧，死亡细胞就是你了，操作起来都不错，这很手把的基本功能吧。只是跟杀戮尖塔一样，用2颗蘑菇头就可以玩很爽了，根本就用不到触控板。接下来测试一下射击游戏好了，但我很少玩大逃杀和枪战，想到最近玩的射击游戏大概就是 Cyberpunk 2077，但档案太大了，完全不想载。我看到 424直接给它 damn 了。这个游戏要射击是没有错啦，但是它使用的是 VATS 避难所科技瞄准系统来冻结时间击杀敌人，那根本就不用瞄准啊。最后试了这个枪火重生，可爱的小猫咪完全可以玩但是用不到触控板，主要是陀螺仪。这个陀螺仪超神的稍微转动手把就可以微操苗头，玩起来感觉还不错，直接一路就打到网了。Steam Controller 的陀螺有6轴 IMU， 其实6轴 IMU 有很多手把都有 ，Switch 2 Pro、Joy-Con 2、PS5 甚至 PS4 的手把就已经是6轴 IMU 了。那 Steam Controller 的陀螺仪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嘿嘿，答案就在这个 Gripper Sense 身上，中文名称叫做握持感应器。透过电容性感应的方式，它可以知道玩家目前有没有握住左右2只握把。原理就像是触控萤幕那样，不需要用力压，只要靠近感应器就能知道双手有没有握住，还可以调整握持的感应范围和反应速度。那至于有没有握住握把，跟陀螺仪又有什么关系呢？说实话，我马姆萨萨他们给的理由是，手把如果始终开启陀螺仪，视角很容易动来动去，所以都会透过按住某颗键来开启陀螺仪。像 Switch 的塞尔达传说，按住利亚街拉弓时就会开启陀螺仪来瞄准，因为要按住某颗键有点麻烦，所以 Steam Controller 就透过握持感应的方式，可以去设定握住手把的时候开启陀螺仪，松开则关闭陀螺仪。你也可以反向去设定，但握住手把有没有比按住某颗按键好用呢？我嘛不知道。其实你就把它想象成这只手把多了2颗感应式的按键，而 Bubble 也没有规定你一定要用这个方式来开启陀螺仪，它完全交给你可以自己去设定。每个游戏的控制器配置大致上会有3种，一种是推荐配置，多半是官方设定或者 Bubble 根据游戏而设定的。
第二个是社群配置，就是每个玩家都可以自己上传你对这个游戏的按键配置，还会依照按赞数和游玩时间来做排序。不得不说，这超赞的。那第三个很显然就是去下载一个你喜欢的控制器配置，然后修改成你顺手的样子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那 Steam Controller 主要还有一个卖点，就是这2颗蘑菇头。我对蘑菇头倒是没什么研究，但我知道某些蘑菇头用久了会开始漂移，尤其是某 S 牌。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楼下维修不修超多的。传统的摇杆会物理磨损，用久会漂移。Steam Controller 使用的是 DNR 的磁吸摇杆，属于非物理性接触，所以更耐用，更不会漂移。但我觉得用起来其实手感差不多，没什么差异，但比别人贵了1000多元，本来就是应该要更耐用，不是吗？那至于其他按键布局、十字键、扳机键等等，是不是没有其他手把好按？又或者是到底好不好握？这些都是非常的主观，非常因人而异。但对我来说，就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其实有一点点的贵。你想想到时候 Steam Machine 出了以后，买2只原厂手把就要花快7000块，我的老天鹅！当然可能也是可以拿其他牌子或是其他第三方的手把来使用，但 Steam Controller 比起其他手把是可以承担更多 Steam 游戏的游玩方式，这绝对会是一只好手把。也让我们一起期待 Steam Machine 的到来吧！谢谢你的收看，感谢你的陪伴，那我们下次再见喽。